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面相五官是我们的五脏的外观，心开窍于舌，脾开窍于唇，肺开窍于鼻，肾开窍于耳，肝开窍于目。除此之外，还有遍布面部的经络，这些经络皆源于五脏六腑。只要我们掌握了五脏六腑的规律和本意，脏腑再化以五行意义，通过面部五官与经络读取五行意义，那么这个人的命运就是面相学。而今天我要了解的面相特征是美人尖。美人尖在古代为平均俊男美女的一个标准之一，所以有了现在的美人尖的名字。据说有美人尖的人通常都很漂亮，即使长相一般，美人尖也有美化的效果。男生若有美人尖加以点缀，更显英姿和豪迈；女生若有美人尖点缀，更显妩媚和妖艳。那么从面相学的角度来看，长有美人尖的人命好不好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美人尖。前额正中发际线向下凸一尖称美人尖。发际线正中有向下的一撮头发，就是发际线的 M 型。发际线面相学称为火星，火星在面相学代表父亲，同时因为在额头是天庭的边缘，所以与人的前途有一定的关系。火星外延代表感情的变化，美人计也有称为三棱计。发际线中间头发往下，左右两髻的发际对称，此面相在古代被称为评选俊男美女的标准之一，所以有了现在的美人尖的名字。因此美人尖是特殊发际线的一种。第二，发际看面相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发际线有凤毛面相，发际线偏斜面相，发际线高起面相，发际线低垂面相，发际参差不齐面相，美人尖面相。美人尖面相属于额角参差不齐面相，但仅次于发际参差面相，属于火星不及。而火星在家里代表父亲，在社会上代表前途。第三，女人有美人尖面相旺父母。我们在看古装剧的时候，会发现古时候的女子都留有美人尖和长髻，其实这不是为了美，是有生活意义的。美人尖五行属火，如果留了美人尖就会旺家爹娘，而留了长髻，髻角代表夫君，则代表旺夫。所以古代女子即使没有美人尖，也要对着镜子贴上花黄，也就是额角中线与鬓角。第四，美人尖性格特征。美人尖属于发际线，归根结底是头发面相。有美人尖的发髻，代表其人性格偏执，凡事以自我为中心，不允许他人反驳自己，做事独立自主，往往有己无人。这样的性格是因为肝气过盛而来，所以有美人尖的人往往肝胆不舒，肝胆过盛则犯脾胃。第五，美人尖与思考能力。头发有美人尖，刘恒老师注释发为血之余，肾之华，这里说的血就是肝，肝主藏血，肝脏就是血的家，所以头发与肝肾相关，肾主志而肝主谋。头发黝黑而有美人尖的人，那么一定是先天聪慧并且善于谋虑的人。第六，美人尖与异性感情。美人尖者多善思，对于异性的情感捕捉较细致，能够敏锐察觉到异性的心思，所以异性桃花运旺，接触男女感情较早，容易早恋，早早的步入爱河。第七，美人尖与创业。美人尖者性格执着，做事不达目的不罢休，能够在社会上打拼，具有一定的领导才能，能够独立完成创业与守业，与人合作的情况会偏少，并且个人能力突出，具有一定的领导才能，但容易有己无人。第八，美人尖者与父亲缘分浅，独立性非常强，与父亲缘分浅。美人尖的面相在外地打拼者居多，因为额头代表了早年运势，而额头有美人尖则早易逝世，代表早早脱离家庭环境，自己独立性非常强，不会依赖他人，并且与父亲缘分浅。印象中发际线和美人尖大多和女性有关，
但其实很多男性也是有美人尖的。那么男性发际线面相怎么看呢？有美人尖运势好不好呢？第一，人脸上和额头间的线被称为发际线。通常男生的发际线以方方的、高高的、宽宽的为佳，表示做事务实，头脑清晰，事业也较容易成功。二，发际线一般来看则是圆形较好。三，发际线不整齐者，代表小时候家境不好，事业不容易成功，思虑不清，常出错。第四，还有人的发际线呈 M 型，这意味着此人少年老成，做事沉稳，而且运势会越来越好。第五，发际线很低很矮，甚至靠近眉毛的后面者，这样的人不但幼年过得不好，代表事业的额头窄小，未来的事业也不容易成功。长有美人尖的男人个性好强，做事积极进取，但有时会表现出刚愎自用的习惯，很难听取别人的意见。面相学认为，发际不整齐者多半小时候生活环境较差，缺乏父母的关爱呵护，长大后缺乏安全感，别人只要在言语上稍不注意，就会引起他们的不满。如果美人尖过长，向两眉之间的部位延伸，这种情况被称为破印，会影响人的事业与婚姻。所以面相学专家建议将美人尖削短或者剔除，对运势会有很大帮助。第六，美人尖性情缺陷，正因为有各自的共同特征和见地，在许多方面简单得罪人。第七，美人尖豪情方面，豪情方面归于被迫情，明哲保身，为人专注，如遇诚心至交，会终身相守，此之不渝。古有名将项羽、吕布、周瑜、吴三桂等，名妓妲己、杨贵妃、陈圆圆等。第八，美人尖豪情波折，归于宁人负我，我不负人的类型。如遇波折，通常自个儿静静接受。别的从面相上来讲，具佳人忌者运在外，喜动，多在外奔走。好了，我们知道面相可以看一个人的富贵贫贱，其实体相也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贫富贵贱的，只是很多人对体相方面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视，而肩膀就属于体相的一种。相术家认为，从肩膀可以看出一个人一生的健康及运气的好坏。肩膀以左右平衡为吉祥，但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肩膀。你的肩膀是什么样子的呢？在这里教你从肩膀看命运。第一，肩膀圆滑丰满的人，从此体相特征的人表示身体健康，一生财运顺畅，特别是晚年时财运会更好，会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第二，肩膀厚而圆润，有此体相特征的女性朋友最幸福，容易得到老公的照顾，只要付出就有收获。第三，肩膀耸高的人，个性高傲自大，最后会很容易遭受社会唾弃而被人冷落。第四，右肩高的人，态度傲慢，朋友会敬而远之。第五，左肩高的人，表示性情温顺，会得到朋友的信任。第六，肩膀消瘦的人，有此体相特征的人健康状况差，容易居无定所，一生常搬家，居住地常变动。建议此类人一定要选择旺地居住，可减少变动的频率。第七，肩膀枯瘦的人，大都财运较差，容易漏财，存不住钱，建议多把财产转为不动产为好。假如是女性的话，如果肩膀上无肉，裸露出锁骨且背肌很薄，大多生活较为辛苦，很多事情都需要去自己努力获取，缺少别人的助力。第八，肩膀下垂的男性，肾功能不好，子元淡薄。第九，肩膀形状不好，像猫肩的人，虽然健康，但因个人品行差又虚荣心重，所以容易惹人厌恶。第十，肩膀宽阔的人，这是一种好的体相，表示其人责任心强，有担当，做事容易成功。11，如果一个人背后腰圆但肩膀窄的话，则表示其人做事容易事倍功半，多做少成，或难得另一半的助力。12，肩膀过宽的人，
往往性格比较固执，为人主观，个性强势，通常人缘较差，做事不容易成功。13. 肩膀下溜，有此体相特征的人与子女缘分较薄，尤其是男性，很可能子女来得晚，或者与子女聚少离多。以上是13种肩膀形态对应的性格命运，命运会受很多的因素影响，肩膀只作为其中的一种参考。下面我们会从男人和女人两个角度来了解肩膀体相的奥秘，一起来看看吧。男人斜肩膀没有责任感，从相学的角度看，肩膀歪斜的人一般没有责任心，所以如果按照社会对男性的期望来说，男人的肩膀呈一字形，这是因为愿意自动自觉承担责任的象征。如果肩膀呈 A 字形，则表示该人会遇上挑战时临时退缩，是个不愿负责任的男人。男人肩膀厚有收获，愿意担起沉重担子是一回事，辛苦过后有没有收获是另一回事。肩膀够厚，表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所付出的都会有所成就，而且可一己承受努力而来的成果。所以男人的肩膀够厚，表示辛苦完可享有美好的成果。男人肩膀宽厚有责任感，如果男士的肩膀平直之余更是又厚又阔，代表他既愿意承担，亦有能力承担，而且得到的收成自己更可以享受一番。女人斜肩膀表示人生路平坦，女性肩膀稍斜比平直好，因为女士们一般都比较阴柔，若肩膀稍稍向下斜，则独个儿承担所有人生责任，担子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所走的路自然会比较舒服。如果女子的肩膀呈一字形，表示该人凡事只靠自己，要独立承担所有责任，不为吃力。女人肩膀厚有依靠，如果女性的肩膀厚而圆润，同样表示她的付出有收成，也可以表示她有依靠，有老公供应物质上的需要，生活比较舒适安稳。女人肩膀无肉命苦，如果女性的肩膀无肉，漏锁骨，背肌薄，辛苦的程度会加倍，属辛苦命。女人肩膀宽有收成，女士的肩膀要跟男士一样，越阔越好，这样收成才够多。女人肩膀窄不堪一击，如果女人背后腰圆但肩膀窄的话，则表示她于拼搏过后无所收获，或伴侣的钱财不归自己，要是遇上难处更不堪一击。那如果肩膀有痣代表什么呢？肩膀志向，面相学来说，肩膀有痣者往往担任重要工作，责任重大，不能够轻松过生活。肩压上的痣代表个人人际手腕及沟通能力，如果痣的色泽红润，代表其人非常容易取得他人的信任和帮助，而且桃花运旺。如果是黑色的痣就要小心了，说明你的交际能力比较差，这种人多说不做，所以比较难取得成功。但是不论是痣的，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易经天下说》。从面相学的角度来说，下巴主管人61岁至75岁的整体晚运，同时也代表人的房产、福禄、子孙及下属运。下巴长得好的人，晚年生活会比较幸福，老有所养，含饴弄孙。假如下巴长得不好，则可能晚年孤独，无人承欢膝下。下巴包括承浆、地库、皮齿、额压、肩履、归来、宋堂、地阁、奴仆及腮骨等部分，其中承浆、宋堂及地阁最为重要，其上有无文侵破损，对人的运势有重要影响。那么如何从下巴看一个人的运势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好命下巴。一、兜下巴。兜下巴指的是下巴长得小巧圆润，且向前方翘起，正所谓下巴有兜，一生无忧。长有兜下巴的人大多比较自我，做事坚持，而且爱好广泛，很有才华，异性缘非常的好。男人如果长有兜下巴的话，这种人大多比较顾家，个人能力也比较强，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女人长有兜下巴，个性温和，容易相处，而且富有爱心，家庭责任比较重，对长辈孝顺，工作时也很积极热情，家庭和谐稳定，晚年富贵无忧。二、肉下巴面相。
一个人的下巴长得圆润有肉，整个下庭看起来比较饱满有肉，则往往说明此人聚财存钱的能力会非常的强，天生就会有理财的能力，尤其是女人，更是持家过日子的好帮手。一旦把钱交到他们的手里，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过得非常的好。而且这样的女人心胸宽广，能容人，中晚年之后，家里的孩子也都是个个孝顺懂事的人，一定会非常的有出息。3W 型的下巴。W 型下巴也就是下巴中间稍有凹进去，呈现微微的 W 型。有这种下巴的人较具有个人魅力，并且晚年体力不衰，老当益壮，生活丰富精彩，持续发光发热，是晚年运不错的下巴。譬如著名美女影星林青霞和麦可道格拉斯，下巴就是呈 W 型的。呈 W 型的人审美观家，在艺术美学等创作方面有不错的表现，不喜欢庸俗平凡的事物。由于感情丰富又有魅力，恋爱机会往往很多，但奇妙的是，他们却能做到巧妙控制恋爱节奏，懂得自制，不至于因滥爱而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人老而心不老的持续尝试各种事物，将使他们拥有丰富的晚年。4. 宽厚的下巴。下巴宽厚丰满的人，一般晚年运很好，也较得晚辈部属的拥戴。下巴的肉以结实为佳，如果肥肥软软的，这种虚胖的肉不值钱，只是代表常得口福，并不代表晚年幸运。下巴又圆又大、结实丰满的人，待人处事富人情味，多能营造家庭温暖，晚年的婚姻和财运都不错。就算是做不婚族的单身王老五，也是凡事看得开想得开，烦恼不上心，晚年是过得乐天之命，快活，逍遥得很。2. 命不好的下巴相。1. 尖下巴。尖下巴的人一生追求精神上和思想上的满足，喜欢寻根问底，他们追求浪漫主义，而且不现实，婚姻应迟婚为好，早婚多有婚变。这种脸型下巴尖翘瘦小，附带着2个乙骨收缩，而乙骨代表着晚年的田宅，也就是晚年家中的资产。2夷削薄通常预示着晚年孤单凄凉，家业不聚。而没有脸腮的女性，往往心胸狭窄，尖酸挑唆，妒火争技，世人之短而睚眦刻薄。既然心胸不开阔，就容易无事生非，唧唧歪歪，纠结于某些小的不经意而难以开脱。在这种状态之下，作为女人更无法考究和观察到丈夫的情绪，更多是对他人的索取，而不是大度的舍予。也就是说，不知道关心别人，不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如果下巴过尖的话，必然是多愁善感，给感情和婚姻的另一半造成疲惫和压力。也就是说，瓜子脸的美女往往情感婚姻上波折较多，人生不那么尽如人意。2. 短下巴。如果一个人的下巴圆润有肉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温和，待人也特别的真诚和善，很有爱心，喜欢帮助别人，特别的容易相处，所以身边的朋友非常多。遇到困难时，身边常有贵人相助，帮助其渡过难关，事业和生活方面都比较的顺利。而且这种人特别的体贴，会照顾人。女人下巴圆润的话，能够旺夫生财；男人下巴圆润的话，则做事稳健，善于储蓄，属于富贵相重，一个非常难得的重要特征。3. 下巴圆而狭。说白了，下巴长得圆而窄的意思是全部脸部更圆滑，但他们的下颌看上去很尖，通常绝大多数时间自身的内心会较为欠缺，本人远见卓识，只有做一些苦工的活，一旦有头脑便会无法跟上，他们天生就没什么驱动力，工作能力都不由其强，越到最终，他们的福寿也会发展趋势的越差，终究是一种奔忙疲劳，日子过得不太好。4. 蟹下巴。所谓的蟹下巴，在相学中也称缩下巴，也就是下巴往后缩的意思。长有这种下巴形状是一种比较糟糕的状况。一般来说，长有蟹下巴的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冲动，做事缺乏主见和想法，考虑问题比较的狭隘和极端，整天喜欢胡思乱想，思想方面容易出问题，个人能力不足，因此晚年运势往往不太好。下巴圆而狭。所谓的下巴长得圆而狭的意思就是整个脸部比较圆润，但是他们的下巴看起来非常的尖，则往往大多数的时候自己的心智方面会比较欠缺，个人也没有啥远见，只能做一些苦力的活，一旦有脑子就会跟不上，所以他们天生就没有啥上进心，个人的能力也不是特别的强，越是到最后，他们的福禄发展也就会越差，注定属于奔波劳碌的命，日子过不好。6.
下巴左右腮骨不规则形状，拥有这样下巴。阴谋诡计较多，而且特别会投机取巧，但也经常会喜怒不定，做任何事情都很难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人生的运势也会常常的发生转变，阴晴不定，时好时坏。这样的人一生会比较难成功，到了中晚年的时候，多半都是求安稳。同时，在相学中，不同部位的痣都有一定的寓意，有的吉祥，有的凶险。一般来说，痣生于人体的隐处，如身体上看不见的地方，多吉；生于险处，关注易经天下，如脸部、手部等看得见的地方，则多凶。而且痣也分为吉痣和恶痣两种，颜色黑亮或朱红，略微突出，其上生好者为吉痣，颜色灰褐，暗淡无光，平而不突；其上无毫则为恶痣。所以让我们来看看下巴上长痣、开花痣有何寓意。通常来说，下巴有痣的人，如果这个痣属于恶痣，代表其人一生很不安定，若不是频频换工作，就是经常搬家，居无定所。过了中年以后会发生挫折，而孩子的问题也需令人担心。但如果痣形很好，则不动产多，适合做房地产投资。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会过得极为安定，幸运也会降临。其中一，左边下巴长痣，下巴左边有恶痣，代表家里兄弟身体稍差，挣钱方面不易或偏财。有吉痣则不动产会较多，可继承祖上遗产，也适合投资房地产。二，右边下巴长痣，下巴右边有恶痣，代表家里姐妹身体欠佳，存钱方面有问题或正财。有吉痣则主权势，其人可掌实权，有领导才能。三，下巴上不长痣，下巴偏上，靠近嘴巴处有吉痣，表示其人比较贪吃，但有福运。俗话说得好，能吃就是福嘛。四，承浆处长痣，承浆是指下唇中间凹入的地方，处于下巴与唇之间的位置。古代人一直以为，人若行至承浆之运，已属晚年；若此处饱满有肉、红润或透白光泽，无纹侵痣破，代表衣食丰足，可享晚福，即黑青之色。如青年人在此部位呈现黑气，容易在水上活动时碰到意外，宜多加提防。此外，古人认为承浆未凹代表酒量好，平满代表多饮多醉。假如承浆被纹侵痣破，代表其人饮食容易出问题，例如肠胃敏感、食物中毒。同时，假如此处长痣的话，代表人时常改变居处，也表示其人能喝酒。如是恶痣，小心醉酒与水恶。女人有恶痣，要提防夫妇感情不睦。宋堂处长痣处于承浆之下，地格之上的位置，舌尖适得之处，乃是宋堂。人生70古来稀，运至宋堂，气色一见白润或透红为吉兆。如出现带红丝的乱纹，则会孤独终老；有黑痣则会移居外地，离乡别井。宋堂忌见消陷枯黑，若须枯没落，神志身轻，生杀破气，便难行晚运，将近寿终。六，地格处长痣，地格位处宋堂之下，亦即下巴的末端，为人生的最后一个大关。地格一定要饱满有肉，方能行晚年运，得儿孙绕膝承欢，福乐满堂，行以元后为家。主见父，如下巴呈方形，乃老来劳碌之象，未可安享清福。关注易经天下，地格即凹陷、歪斜或尖削，因下巴尖削，乃福薄、孤独终老之象。若地格处长痣不利感情运，亦有外来诱惑，如是恶痣，晚运不佳，生活运、家庭运、物质运、财运都不安定，也要注意防患水灾及酒毒之伤害。七，腮骨处长痣，腮骨是下巴的外沿，如果腮骨有痣，代表坚持力差，朋友有难就会溜之大吉。左腮骨有痣，对新朋友不忠；右边腮骨有痣，对老朋友不忠。八，地库处长痣，包括左右两个地库，如果这两个地方有痣，主富，代表一个人有钱、富有，且多实业、物业、产业，一生能有很多的财产。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相学中，嘴巴周围有痣的人，大部分都是比较好的痣象，因为毕竟嘴是我们进食的地方，所以在嘴巴周围长的痣也大部分与吃喝有关。下面就跟我一起看看嘴巴哪4个地方有痣是富贵命，吃喝玩乐不用愁。一，左嘴角有痣。在相学中，左嘴角有痣，说明这个人十分的能说会道，跟人打交道时专门说别人爱听的讲，因此能够通过自己的甜言蜜语得到吃喝，这也算是绝对的有口福之人，令人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口才，并且这是命里自带的。二，左上唇有痣。在相学中，左上唇有痣的人往往十分的忠诚，
守信用，说话十分的实在，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藏着掖着。因此，这种志向的人十分受别人的欢迎，成为可信赖之人。这种人适合做中间人，因此会得到别人的请吃，吃喝玩乐非常的多。3. 又上纯有志。又上纯有志的人，绝对是有口福之人，不论自己做什么事情，也不论家庭是富裕和贫穷，一生都不愁吃喝。因为这种志向的人自身能力十分的出众，很多人都会求着他帮忙做事，因此请客做东。4. 下嘴右脚有志。在相学之中，下嘴右脚有志叫做汤锅志，十分的有口福。这种志向的人走到哪里就可以吃到哪里，因为这种人也是出口成章，并且有时候会适当的吹牛，从而显示自己有多么的有才能，以此得到别人的信任，真的是以小博大，在现在这个社会也是一种能力。说完嘴，我们再来说说牙齿。牙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的。我们想要吃东西的时候，就得经过牙齿来咀嚼的。但是牙齿在传统的面相学中是有着很大的作用的。牙齿长得好或者不好，对运势有着很大的关系的。那么下面就跟我来具体了解下各个类型的牙齿在面相中有什么意思呢？1. 牙齿不坚松动。牙齿与我们的肾相连，属于肾的花朵。通过观察牙齿，可以发现肾的健康程度。牙齿为骨之精，牙齿好，骨骼就好，同时也代表肾气充足。如果牙齿过早的就松动了，其一是脾胃气虚，那么生活当中就是到手的客户会溜之大吉，并且会影响到夫妻关系，同时也代表聚财能力下降。2. 牙齿偏黄色。牙齿偏黄色的人做事的行动能力强，为人固执，性格多偏横，轻微的能够包容他人，比较注重现实生活，没有高不可攀的理想，脚踏实地。对于爱情，注重爱情的实际体验，喜欢和喜欢的异性黏在一起，喜欢身体接触与夫妻生活，这样的男人或者女人值得嫁娶。3. 牙齿长得多。牙齿多与少其实与命运的关系并不大，牙齿多的是因为皮质气不足，牙齿少的是因为皮质气过了。一般情况下，牙齿多的生活的动力不足，考虑现实实际就不够，轻易不肯相信别人，总是活在自我理念里，事业上多不如意，人缘会出现问题，拥有的产业不多。4. 牙齿长得少。牙齿长得愈少的人，因为身体健康情况不好，牙齿过少的多少因为病痛而形成，排除老年人牙齿掉落的，年轻就牙齿少的，多少脾肾不和所致，即使有了机遇也做不好，所以运势也就不够好。以前的人有这样的说法，牙齿长30只是普普通通，牙齿长28就会贫穷卑贱。如果牙齿少于28颗，而且又过小牙齿又稀稀拉拉的人，则是可能会贫困孤寂，一生多不得志，并且生活水平不高。5. 牙齿长得大板牙的人善于言辞，但不善于婉转行事，热心肠而不注重细节，往往能做出大事业来，但是守财能力不好。大牙的人体力充沛，有朝气，人际关系很好，但行事粗枝大叶，不够细心。牙齿如果长得大而紧密，长得又直又多又白皙，这当然是最好的牙齿。他们不仅健康良好，事业顺意，感情顺心，和他们在一起的人也会感觉到愉悦的心情。牙齿如果长得相当牢固，则这个人就会相对活得长寿。牙齿长得洁白晶莹，这种人身体健康长寿，个性开朗，智能善良，魄力精力都很旺盛，成功的机会自然比小齿的人多。6. 牙齿不整齐。中国人讲究财气，嘴巴关不起来的人，财富会往外流，不管做大的投资还是赌彩，都容易走上衰运，很难取得成果。同时，如果牙齿出现稀疏、暗黄和尖薄的情况，代表这些人的财运会容易有一定程度上的损耗。因此，一个人的牙齿和财运关系是非常大的。这样的损耗主要是表现在身体健康方面和工作方面。牙不齐且疏坚者容易犯病，且在医疗上容易失财。8. 牙齿较小。牙齿较小的人给人一种小里小气的感觉，实际上这种人的性格就是小肚鸡肠，凡事爱计较，心房重，爱钻牛角尖，再加上胆小怕事，所以成天郁郁寡欢。当然，这种人又有别人无法企及的优点，就是遇事会冷静谨慎，力挽狂涛，令人啧舌，所以不错的幕僚或副手人选。9. 牙齿突出的人。牙齿突出就是我们所说的龅牙，这样面相的人虽然富有行动力，但在背后愿意说人长短，性格太过任性固执，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不知收敛而令人侧目。
所以牙齿突出的人在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不是很好，导致家庭运不是很和谐。女人最忌讳牙齿突出，报复心极强，克夫的面相。10、门牙歪斜有缺损的人。门牙是用于我们吃食物首先切割的牙，如果门牙歪斜或者有缺的人不讲道理，爱说是非，大多数的人都与父母亲的缘分浅，整个家庭的亲情都是很淡薄，这样牙相的人在未来的婚姻感情上都会有亲情的阴影，所以对婚姻不是很看好，总怕自己的感情不稳定。11、牙外倾者，牙尖向外倾斜，突出在外面，如果闭上嘴就鼓起一堆，此种牙的人上面说过，性格凶暴，会犯罪，特别是杀人、强奸这种残忍恶劣的罪。但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只是极少数听牙者会发支流这种程度，绝大多数是不会的。但无论如何，这种龅牙人性格较粗，喜欢随便说话，饶舌，对什么水沟不在乎，夫楼之间会常常有口角。12、牙内倾者，与龅牙相反，向内倾斜的人仿佛塌陷下去。有这种牙的人，好性格的是为人诚实沉稳，沉默寡言，仿佛是个生活的旁观者；不好的话就是阴险，心里对神似，什么事有看法有意见，但不表露，暗中策划对付别人，常突然袭击别人，或只是另外的人行事，他却不露行迹。这是那种军师型的人物，千万不要得罪这种人，他是非常记恨的，一有机会就报复，还不止一次。13、门牙分开，这位先生门牙向左右分开，好像中间留开一条路，好让苍蝇随便出入。这种牙的人运气较差，与妻子感情淡薄，特别是出门走路时要特别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否则容易碰上车祸，死在路旁。14、门牙缺，一枚门牙缺了一块，相学认为门牙是代表双亲的，这种牙相预示着可能会和双亲中的一个早离别，不是生离就是死别，如双亲健在，便会与当中一人分居。有些不喜欢与公婆一起生活的女士可能喜欢这种牙相，我们严肃地说，这种思想要不得。15、门牙加犬牙，这在门牙的中间加了只犬牙，我们认为这纯粹是多此一举，六手指搔痒痒，多了一道子，因为多了这一枚犬齿，便破坏了本来不错的相。这种齿相的人，对不起，在作风上是会有些不大老实，假若长相还较帅的话，受女性喜欢，就会成为花花公子。17、门牙间距大，这门牙远远地分开，仿佛互相都讨厌对方，势不两立，或者有一方患了感冒，另一方怕传染，远远躲开。这种牙相的人，把父母看成有传染病的人而避之唯恐不及，是个不孝的人。不知为什么当前这种牙相的人越来越多，见者倒不是亲看见了多少这种牙相的人，而是亲眼看见不孝的子孙越来越多。这种牙相的人自己也要当心，是一种短命的人，要是开孝敬父母，可能会转运，不致早死。不信你试试看。16、门牙尖锐者，性格狂暴，这门牙看起来便有点可怕，那么尖锐，像钢钳，像宝剑，真是武装到牙齿了。自然，这种人性格狂暴，相信武力解决问题，兄弟间不和，为财产闹纠纷，也是一种反叛者的相，不会忠实于人，不会有知心朋友。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